OK，我们已经把三艘大河的船身先做一个临时性的组装了，我们就来看一下三艘大河号，有 Border、田宫还有 Verifier 这三家的大河号，它的船身组装起来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好了，那我们开始看第一名的选手，就是我们的边境 Border 的大河号。Border 大河号的船身组装起来非常简单，右侧、左侧，然后主舵、副舵塞进去，组合起来，好了，没事了。它就是这么简单，非常的快啊！组装这个船身应该不用5分钟啦。好，然后翻过来之后，会看到这一条组合缝，这个是我还没有上胶的状况，它的密合度是长这样啊。好，然后稍微用力一压，缝隙会看不见啊。前面一压，密合度还可以接受，靠一点点的溢胶溢出来以后，然后磨一下，基本上没有什么所谓的缝。那船尾是因为它本身的开模的设计或者是在运输当中，常常会把那一些胶柱口撞断，所以它现在有肉塞在里面，有塑胶是塞在里面的，所以造成我会夹不起来到时候必须要把那些坏掉的注料口把它铲掉，它才能够合得起来这个就是边境的船身然后以船身的细节来讲的话，看起来就焊缝会比较大一点。然后组装虽然简单，它遇到的问题就是有这些合模线，很明显的合模线整条过来，绕过焊线，再过来，绕到下面，所以基本上你这个区块、这个区块、这边这个区块都要打磨，然后还要闪过原本的细节。再来这个地方一样，这里到这里的分模线，你要把它磨掉。可惜的是，你这样子看，钢板的纹路，第一条直线，第二条直线，第三条扭曲，有没有看到？你如果说它是跟着下面的这一条走，好，那这一条线是正确的。问题是你船大部分都是摆这样子在观看的，所以这到后面跟下面的这一条，其实它的走向应该是要跟着上面的，所以看起来这个地方就不漂亮我只能说不漂亮就要看观赏者会不会去注意到这些小细节而已。然后焊缝比较大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其他组装起来这些甲板上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你只要稍微用点力，因为我现在全部都还没上胶，稍微用点力施压一下，然后胶水点起来，我是觉得基本上点起来应该是不太会有缝所以边境的船身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再来就是田宫78025，大家都知道我把它做好了以后，前面这个地方这条线我已经对齐了，然后开始粘我们对焦有一点点问题 ，OK， 开始粘到这里大缝出现这条缝横过来再下来，然后这里还有一条直线下来的一条缝我们看到这里是已经补过2次的底漆补土，然后还有用边框去溶塑胶当补土来塞在里面还是稍微看得到，所以变成说我刚开始是小部分的去研磨它，到最后你越补越多的时候，你的范围就必须要拉大
就跟汽车的钣金烤漆是一样，你把范围拉大，才可以把这个地方做到稍微看不见。好，然后缝隙下来了以后，它是往前跑，啊，往前这个地方过来，啊，所以田宫基本上整艘船的船底这里也都是缝。好，再来，侧面看起来，哎，就没有什么很突出的地方啊，就还蛮普通的。然后后面我有说过，田宫的这个地方有一条合模线，某个角度光线的折影下看得出来啊。不过它的线非常的轻微啊，上了漆之后，目前是很难辨识的，可能要上深色才看得出来。现在是白底漆，所以有点看不见。不过我的肉眼是可以看得到线是在这边跑的。这一条你就必须要贴着上面的钢板，下面的钢板做遮蔽，然后打磨中间的这个部位，把它磨平，啊，它就可以比较看不见，可是不一定完全看不见，啊，好，然后天宫的船尾，来这个地方全部都是缝，你一样做了边框，丢进去滤盖溶解了以后，做了补土，整个糊上去，旁边先贴遮蔽胶带，中间把补土往里面塞，等了2天它全干了，直接从下面推刀一口气往上推，整个都平了。而且这样子的话，它的硬度非常的高，因为它融下来的就是塑胶，直接塞进去，都会比其他的补土的强度还要高。好，这个就是天宫的船身。第3位，哎，就是我们的 Verifier。来 ，Verifier 啊，它的强项，整个船身哇，超精彩啊！来看，整排的整个船身都是铆钉，你看到，整个船身都是铆钉。所以它基本上以观赏面来说，全部都是细节啊。然后都是细节的以外，你会看到，哎，它的组合方式是采右侧、左侧、下半部3片连接，啊，你就会看到这里有一个缝，这个点，啊，一个直角，这个缝，你需要去补它，啊，前面的这一整条接合缝。完全看不见，模具精准度非常高啊！再来，前面少了一点点，一样，对侧少了一点点，这边少了一点点，3个点要补很简单啊，总比补整条缝的简单。然后这边少了一点点，一样，这一侧你看，所有的接合面完全的看不到缝，然后再来船身连接的地方。下面这个平衡器，来，完全没有任何的缝隙。好，再来后面野火的设计，下面的这一块是倾斜的上来的，所以这个地方它很巧妙的结合了钢板断插。直接把连接缝做在钢板断插里面，所以后面看不到任何的缝，就连这个边边角角都没缝，因为它就算有缝，它也是藏在平衡器里面。我觉得这个设计就真的很厉害了，啊，左右两侧看起来就是这样啊。然后有的地方你会看到是有点溢胶哦，所以就会造成这边你以为它是个缝，所以其实它不是。这个喷漆上去之后，基本上都看不出来。可是野火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船屁股，这个我真的觉得超级可惜啊！为什么它不附一个有铆钉的船屁股呢？它屁股没有铆钉啊，哦，其他地方全部都有铆钉，就只有屁股没有铆钉。
不然船身真的是野火是最漂亮的啊，做起来它的是最漂亮、细节最多的，就可惜在那个屁股啊。这样就是我们3家啊，野火、田宫、边境3家的大和号关于船身这部分的细节表现跟缺失，所以大致上我是觉得3家没有什么很特别不好的地方啊。那以田宫来讲，船身需要补的缝是最多的，工作量来讲，田宫是最多的。它不止船身分成1块、2块、3、4，然后中间还有隔板，它要组装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这是它的重量是3艘里面最重的。最简单的边境左右合起来上胶就没事了啊。不过我的习惯是中间的这些结合的结构我不会上胶，因为我不确定它的甲板的密合度到底高不高，所以中间的连接我一样是不会上胶，这样子我还有机会可以把船身撑开，或者是把它压紧。如果你把中间粘死的话，那就没机会了。针对你第一次碰到的船模，我是建议就是中间尽可能的不要固定，包含野火也是一样。我已经做过野火的船了，可是我中间一样不会固定它。中间这个地方它都还可以动，所以我的船身是还有压缩的空间，或者是外撑的空间，都还保留一点点的空间可以让我去运用。我建议的就是中间先不要粘死，当你要粘死的时候，你只要粘合甲板的2侧，靠甲板去拉着你的塑胶件，其实这个力道就够了。那再来我们就开始做后半部那个水上侦察机、飞机它里面的机库的结构啊。那我再制作影片给大家参考看看里面的细节的差距是怎么样。好，下集见。